我提前得知国际原油即将从上百美元暴跌至负数，于是连夜带着女徒弟布局入场。而前2天曾嘲讽过我的徒弟的大学导师，不仅坚定选择买涨，还嘲笑我们看不懂国际趋势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即将为他愚蠢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靠，国王驾崩了！刘学英飞快地拿出手机，脸色铁青地看着上面的新闻。新闻上说，国王在数天前就已经病危，但一直在接受治疗，没有对外公布消息。直到此刻，国王终于驾崩。如果只是单纯的驾崩，为什么会如此影响原油价格？起码不会出现这样的暴跌啊！你懂什么？之所以暴跌，是因为国王驾崩的时候，并没有明确下一代的继承者，因此多名王子宣布自己才是正统继承人，并宣称他们会增加原油供应量，以此来获取更多的支持。也就是说，当这个数1数2的产油大国增大原油出产量的时候，没有人敢预测他们会出来多少桶。肯定是有得到内幕消息的金融资本提前在做波段割韭菜。国王驾崩的消息向外披露时，代表着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差不多了。那剩下的会做什么呢？刘学英脸色惨白地看向交易屏幕，只见原油价格在这一刻如瀑布一般垂直向下，瞬间从30%跌到了50%，而且跌幅还在继续扩大。这样的暴跌是前所未有的。别说刘学英手里的资金已经不够用了，就算再多也不够补的。这些人都疯了吗？就算他们产油量加大，也没必要这样跌吧？的确没必要。可如果有人在恶意做空原油价格呢？所有人都不再说话。期货市场上买空在理论上比买多更容易赚。倘若真有人借这个消息恶意做空原油价格，那也是很正常的。我们手里的100亿资金，面对这样的资本巨头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人家手里的资金，那可都是几千亿、上万亿，他们只要稍微动一动手指，就能搅动一片风云。刘学英跌坐在椅子上，浑身无力，手脚都在轻微的抽搐着。刘总，就这么短几天时间，上百亿的资金损失殆尽，如今咱们手里的资金还剩下10亿左右，损失比例高达90%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下属脸色难看，刘学英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他哪里还知道该怎么办？眼看着下跌曲线已经来到65%左右，然后又开始了震荡波动，刘学英脑子里开始乱了。之前出现这样的震荡时，我以为是筑底，有可能回升，可现在有了相关的新闻，原油价格会跌到什么地步，谁也不知道啊。如果这个价格维持住，所有的产油大国都会增加出产量，降低价格，不然他们的原油根本卖不出去。旁边的人越听越觉得心惊，他们很想否认这个可能，但又说不出口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叶枫家里。原油的储存成本不低，所以他们每天出产的原油都会立刻卖出去，根本没多余的地方存放。这样的出产量一旦暴增，就会牵连所有产油国做同样的事，造成雪崩效应。所以我认为原油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，而且这次已经不再是恶意做空的资本力量，而是所有产油大国共同决策导致的基本面崩盘。王佳妮的空单已经埋到了跌幅90%的位置，这是他目前看到的最低点，但并不是他预计的真正底部，因为现在根本看不到底。同时，为了预防反弹，他也做了风险对冲，以减少损失。你的操作虽然部分还不够成熟，却很是果断，反应也很快，整个下跌过程也都及时把握住了，还不错。就这样保持，接下来的几天会出现来回拉扯的局面，正是锻炼自己判断力的好机会。王佳妮用力点着头，看向叶枫的眼神中，崇拜之色已经极其浓郁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原油价格真的像叶枫说的那样，跌到了负数。王佳妮看得目瞪口呆，这玩意真能跌到负数啊，也太牛了吧！哪怕是负数，对这些产油大国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，毕竟原油储存在他们那，每一天都是海量的钱，有一桶卖不出去，就得每天多掏40美元用来储存。王佳妮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，她在这几天里有赚有亏，算下来已经有将近3000万的收益了。天哪，我当初投入的本金只有不到200万，这相当于翻了15倍。原本我计划是用1-2年的时间让老爸回本5000万的，却没想到短短几天功夫，原定目标已经完成大半了。师傅，你看我这收益还可以吧？叶枫看了眼王佳妮的交易记录，笑着道：还行。那您呢？赚了多少？没多少，160亿，还没你翻倍的多。叶枫说的轻描淡写，可在王佳妮听来却要惊掉下巴。看起来好像是我翻了15倍，您才翻了8倍。可如果这20亿给我的话，我的收获绝对不会比您多。王佳妮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200万的本金和20亿的本金，操作手法以及预期目标完全不一样。师傅，您能在这么激烈的多空对抗中用20亿赚回来160亿，已经堪称神仙一样的操作了。其实叶枫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如果是放在前世，他就算提前知道结果，也很难做到这么高的收益。其实这个时代的操盘手简直就是傻子，完全没有套路可言。师傅，如果让外面的人知道您的想法，估计能活气死。多少人被操盘手的诡异手法弄得生不如死，家破人亡，您却觉得他们没套路，这是真的降维打击啊！行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倘若是正常状态的涨跌，我也未必能够100%获胜。累了这么多天，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叶枫说着就伸了个懒腰，他们俩这几天时间里几乎很少睡觉，两人都疲惫的不行。王佳妮也点了点头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您也注意休息。王佳妮离开后，叶枫这才拿起手机给葛清泉发了条短信，结束了。
净利润160亿，明天过来找我。叶枫发完消息，直接倒头就睡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开会的葛清泉被助理重重地拍了一下肩膀。叶先生说结束了。葛清泉皱着眉头把手机拿过来。什么结束了？葛清泉瞥了眼上面的信息，猛地跳起来。我操！一屋子的高管都诧异地看过来，不明白葛清泉这是怎么了。好端端的，突然爆一句粗口是什么情况？葛总，您这是？葛清泉一脸兴奋地狂笑出声。发奖金，全公司发奖金，1人1万。财务总监都吓傻了。1人1万，葛总，是我听错了还是您说错了？公司在职人员少说也有几百个，如果算上临时工，几千人都不止。1人1万，这得发多少钱出去啊？葛清泉看向他，依然狂笑不止。钱算个屁！谁跟你说公司没钱了？我说发那就发。可是什么？你小子当初还跟我说让叶先生拿走20亿搞期货会不会有风险？现在我就告诉你，你就是狗眼看人低。葛清泉笑哈哈的道：“知道刚才叶先生给我发的什么消息吗？”财务总监顿时反应过来，期货那边有盈利了。葛清泉嘿嘿一笑：“盈利算什么？叶先生说已经结束了，给你们一次机会，猜叶先生摸20亿赚回来多少钱？谁猜对了，给谁发10万块的奖金。”众人眼睛一亮，连忙七嘴八舌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有说赚回来20亿的，有说10几亿的，还有说30、50亿的。葛清泉听得直撇嘴，你们这群人格局真是太小了。当初叶先生可是说得很明白，他拿20亿走，最少能回来100亿。财务总监一脸不敢置信，难道说叶先生真赚到100亿了？当然不是100亿。葛清泉看到众人好似如释重负的样子，哼了声。叶先生说了，净利润160亿。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真的假的？一群人精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当初叶枫说北区项目的利润最少在1000亿以上时，他们已经被吓到了。现在这160亿虽然和1000亿比算少了，可时间短啊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那笔钱就翻了8倍，这比抢银行还快啊！葛总，这是真的吗？叶先生真赚了160亿？叶先生绝对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。行了，一个都没猜对，额外奖金就算了，今天会也不开了，回去告诉你们手下人都去财务那边领钱。这下没有人再反对了，财务总监也是喜笑颜开，100多亿啊！这时规划部总监犹豫着道：“葛总，我们现在的资金这么充足，要不我们把其他3家公司踢开单干？”话刚说完，葛清泉直接一巴掌就抽了过来。你是没长脑子吗？虽然当初的确因为我们资金短缺才需要别人的帮忙，但同时也因为我们独吞的话会引得别人眼红，把他们踢走，谁帮我们扛事？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大便吗？还有3家公司是叶先生负责谈判，好不容易谈下来的，你却把人踢走，他怎么想？给我滚蛋！以后谁再说这事，马上给我滚！规划部总监白挨了一巴掌，不敢怒也不敢言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确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。离开会议室时，规划部总监愁眉苦脸的道：“幸亏我没跟葛总说，叶先生会不会在利润上动手脚？”一旁的业务部总监听得面色古怪：“你要真说了这句话，估计就不是挨一巴掌了，葛总真能把你开除了。”规划部总监点点头，摸了下仍然有些痛感的脸颊，苦笑道：“我就是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叶先生实在太牛了，这一巴掌是我该被揍。”